看到呢，在这边呢就是所谓的储存环的一个区域。那刚刚陈博士有提到说，同步辐射光呢就是由这个区域所产生的。那我们再看到这个方向。长长的这些线呢，就是所谓的光束线的一个部分，它就像一个自来水管，从这个水库呢，将这个同步辐射光呢引导到我们的实验站的一个区域来进行这个应用的一个部分。那目前呢，我们的同步辐射的一个光源呢，基本上它的频宽事实上是相当宽广的，可以从长波长的红外光一直到可见光真空紫外光、软 X 光以及穿透力最强、波长最短的硬 X 光的一个部分。那每一个光频段呢，基本上除了可见光之外呢，每个频段都有它所相对应的光束线以及实验站的一个部分，然后会依据我们用户他的科学研究的一个需求呢来进行选择。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穿透式 X 光显微镜实验站。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实验站呢，它整个都被一个金属的一个隔间呢来做一个防护。那是因为我们的穿透式 X 光显微镜使用的是硬 X 光的一个部分它的穿透性比较强，因此会有一些游离辐射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房子来做一个隔离的一个保护。刚刚有提到，为什么你的手机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它的蓄电力就会变差？透过我们穿透式 X 光显微镜的一个观测呢，我们会发现，在手机充放电过程之中呢，它的结构材料结构呢会有破坏的一个现象，那这就是造成我们电池的蓄电力变差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也利用这套穿透式 X 光显微镜呢，来观察恐龙牙齿以及骨骼它的内部结构的一个研究。那我们利用这套系统呢观察到恐龙牙齿的内部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结构这个可以帮助肉食性恐龙在猎捕它的猎物的时候呢能有一个避免断裂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那在恐龙研究的部分呢，我们刚刚有经过这个红外光谱实验站我们也利用红外光谱呢去观察恐龙的骨头内部的有机残留物的一个研究。那我们发现呢在这个早侏罗纪恐龙的一个骨骼内部呢居然还保存有这个胶原蛋白这是目前我们文献中可以说是记录最古老的一个有机残留物的一个发现。那好，现在大家所来到的地方呢，是我们国家同步辐射研究中心的巨龙光束线。那这一条光束线呢，它所使用的光源是真空紫外光。那我们的同事呢，在这边曾经进行了一个相当有趣的实验就是他利用实验室的一个环境呢，模拟了冥王星的一个极地的气候，也就是低压以及低温在填充一些可能这个气体，那经过高能的电子的一个冲击之后呢，模拟这个宇宙射线的一个激发在这个真空腔里面呢，居然发现了一些有机的一个物质的产生。那经过紫外光谱的一个比对呢，发现呢，它跟冥王星的紫外光谱的一个资讯呢，可以说相当吻合。那因此呢，提供了一个冥王星可能存在有机质的一个证据。我们国家同步辐射研究中心目前总共新建了31条光束线，提供将近50个左右的实验站，提供我们的用户来使用。每年将近会有32个不同的国家，340个研究团队来到这边来进行学术的研究。研究领域包含了材料科学、生物医学、绿色能源等等的一个重要的领域。产业合作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也执行了包含国内半导体大厂等数十家厂商的委托研究案，包含半导体、光电、生技制药、绿色能源等等的一个产业附加价值已经高达了上亿元。那我们也期望在追求卓越的学术研究的同时呢，也能够对于未来国家的产业能够产业的升级能够尽一份的心力。